三星 S23 Ultra 和 S22 Ultra 这两台旗舰，它们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来好好对比一下，分得出来哪是23，哪是22吧。左边这台后摄区域更大的就是 S23 Ultra， 在之前的对比中 ，S22 Ultra 这台1亿像素的主摄，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最好的啊，这个没有之一，就是最好的。那么它跟如今的 S23 Ultra 比会怎样呢？那今天就来看一下。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我们的对比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肯定不能只比主摄是吧？那么下面呢，还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哦。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记住啊，摄影环节的照片不光它俩能拍啊，10台手机就能拍。最主要的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啊！看门道的朋友该你们上了，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下面就来好好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这次对比，两台手机的系统都升级到了最新万用 i 5.1。那两台手机的后摄镜头焦段配置都是一样的，都是主摄超广角。3倍跟10倍4颗定焦镜头啊，注意啊，都是定焦，没有光学变焦。那拍摄界面也是十分相似的啊，4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前面说的4颗光学镜头。但是在高分辨率选项里边 ，S23 Ultra 有5000万像素和2亿像素的选项，而 S22 Ultra 呢是1亿像素和1亿像素增强模式的选项。那好，咱们就正式开始对比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了。那么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从参数上看，最大的不同就是原生像素不同，23是2亿像素，22是1亿像素。那至于感光器大那么点儿，光圈大那么点儿，在我看来，都一样啊。如果光圈到了 1.6， 可跟 1.8 就不一样了。这 1.7 跟 1.8，就那么回事吧。从实拍上看，颜色23这边比22要淡一些啊，没有22那么浓烈了。那中心解析力上啊，从光学分辨率来说，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锐化23可要轻了很多呀。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方面，23这边明显也进步了很多啊，进步了非常多。再看一组对比，颜色23这边雅致了很多，中心解析力啊，虽然说两边都看不清吧，但是锐化23这边明显更少。同样的边角画质把控方面，23做的也是非常的优秀啊。那这点呢，是跟镜组的制造成本、制造工艺直接相关的啊，是跟你花的钱值不值有关系。那现在是高清模式的对比，先看23的5000万像素跟22的1亿像素对比啊，在解析力方面啊，虽然22那边锐化的一塌糊涂，但是细节呈现，就是光学分辨率方面啊，确实是22的1亿像素更好。那现在是23的2亿像素跟22的1亿像素增强模式的对比啊，在解析力方面，22这边稍强，但是也没强哪儿去啊，那真的是这样吗？那再对比一组，注意当时是晴天，阳光直接照射在白色的桥上。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啊，明显是23的表现更好，而且桥洞后面的船也是23的表现更优秀。S23 Ultra 在系统版本升级到 5.1 之后，它的2亿像素成像速度提高了很多啊，但是呢，到了相册里边还是要处理半天。不过这已经比之前的拍摄体验提升了很多了。S22 Ultra 虽然说也升级到了 5.1， 可是1亿像素增强模式的拍摄速度还是很慢的。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呢，两边没有什么变化。那咱们直接看实拍效果。虽然说23的天空拍得更蓝一些，但是图中的黄色跟红色还是23这边更素一些。那么中心解析力两边从光学上看是差不多的，但是锐化还是23更轻一点。但是边角画质的把控，我感觉这回23跟22比呢，没有什么进步啊，有可能还退步了。
再看下一组场景，23这边虽然说颜色是素一些啊，但是也没素哪儿去。解析力方面，虽然说分辨率差不多啊，但是由于有锐化的存在，下方的草我感觉 R2 的处理反而更好一点。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跟上一个场景一样，23跟22比呢，只能说是只差不强啊，但是两边都可以说算比较优秀的啊，最起码从开始下降的区域算，这个超广角的边角画质把控就可以了。两台手机拍摄微距解析力最高的还是超广角镜头，虽然说长焦能拍视角也不错，但那都是数码变焦。那当时树叶比较小，我拍摄的时候手总是前后晃呀晃的啊。虽然看起来23这边拍的好像更大一些，放大比更高，但实际上两边拍摄微距的效果都很好。中长焦镜头，两台手机硬件参数都是一样的啊，都是3倍跟10倍两颗镜头。那参数都列这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咱们看实拍效果。中焦先从2倍开始看，2倍它们都是数码变焦，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方面，23还是淡雅一些。那解析力方面，老实说他们都没有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所以解析力一般啊。但是锐化还是23看着舒服。3倍镜头从颜色上看，23这边的颜色更沉稳一点啊，我还是喜欢23的色彩。解析力方面，这个白底黑字反差23这边做得更好，所以看起来更清晰。虽然说光学分辨率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注意看周围的树叶，锐化方面也是23更柔和。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两边从颜色上看十分相近。中心解析力方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23的更好。现在是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如果从房顶上高光的瓦片上看啊，23的效果确实更好。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很优秀。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它们都是用3倍镜头拍摄的。那么从实拍效果上看，两边的效果都非常不错，但是肤色略有区别，23这边稍微红一些啊。我感觉22目前的效果比23强。那如果有人更喜欢23这种肤色的感觉，那也没问题啊，两边都挺好。两台手机前摄的自拍表现，我个人觉得都挺可以的。由于前摄我用的比较少，这方面的见识呢就比较少了。我个人觉得还都不错啊，而且两边的拍摄效果从成片上看很相近。两台手机前摄录像的效果也是十分接近的，什么肤色呀、防抖啊、清晰度啊都非常接近。那么有直播需求的朋友，希望这个环节对你有用。指出扩张度的表现，在这个难度不是很大的场景下，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可以说都比较不错。但是到了难度比较大的场景，那区别也变得很大啊。S23 那边的暗部细节呈现是没有 S22 的好的。虽然说 S22 的暗部细节噪点很多，但是能拍出来就比拍不到要强。还有23这边的亮部细节看起来比22要好啊，但是也没好哪儿去啊。换一个场景也是如此，23的暗部细节就是没有22呈现的多。那也许有人会说22拍出来的效果不好看，但是没关系，它有的我可以变没，但是没的没法无中生有啊。那同样的，虽然说23的亮部细节看起来比22强，但是天空上什么也没有啊，这个23比较吃亏啊。这个场景23好像扳回了一城，看起来暗部细节又暗，而且细节又多。那放大看的话，可以发现22那边的噪点非常多，23是比较纯净的。同样的，这个场景23的表现也不错，暗部能按得下来，细节也比较丰富啊，算是稍微找回了点面子。但是到了这个场景还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注意看亮处的岩石，两边表现都不错，但是放大暗部洞穴里边的细节，23还是不行啊。也许有人会问，你用 S23 Ultra 自带的 Export RAW 用 RAW 格式看看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呢？那注意看这个场景啊，现在是直出 JPG 的表现，可以看到23这边的暗部细节就是没有22的好。这个场景我还真用 S23 Ultra 拍了 RAW 格式的照片。那打开之后可以看到没有调整过曝光的RAW格式暗部细节也是不怎么地的，而且无论你这时候点自动还是手动调整暗部的细节，可以发现它的暗部细节呈现也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就算有一天 Export RAW 的软件非常强大了，但是你用手机拍摄，你得怎么方便怎么来呀，这是用手机的初衷啊。那如果你想折腾，想用RAW格式，它体积又大，后期还得调整，你为什么不用相机呢？两台手机拍摄夜景的时候都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这点非常的好。那么第一个场景虽然说有强光有阴影，但是总体难度不大，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优秀。换一个场景，好像23的亮部表现比22要强啊，尤其是超广角，看起来确实是这么回事。再换一个场景，没错，23的亮部表现就是比22强，超广角主摄都是如此。那这个场景就最能说明问题了，可以明显的发现23的亮部细节比22要强，而且暗部细节两边是差不多的。这个场景也是如此，可以看到亮部的灯箱里边23的表现很好
而且暗部的颜色23也比较正。这个场景的主摄表现23除了亮部细节优秀以外，暗部细节的噪点、纯净度也比22要强，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不错。这个场景就是直出测试的极限环境了，两边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又回到了同一水平。这个比较暗的城市小路上，主摄的表现23的亮部细节更优秀，但是整体看呢，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不错。好，后面的测试都是夜景模式的测试了，因为场景都非常暗了。祖传神树场景，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表现都很不错，细节呈现都很好。没有开灯的女流氓小巷非常的暗，细节呈现开始出现了差距，23的表现更好。同样的，超广角的表现差距也是很明显的。健身器场所这回站得比较远，细节更难拍，可以看到23的表现还是强于22的。不过老实说啊，22升级了 5.1 的系统之后，夜景表现好像比原来强了。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两边是差不多的，颜色略有区别啊，但是颜色都能调，无所谓。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坡，两边的夜景模式都手动调到了最大，但是这个成像有点太亮了，要是能暗一些就好了。老观众可以发现22的细节呈现确实比原来强了，但是23的细节呈现更强。视频录制依旧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1080p 30帧，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个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手持的效果，防抖两边都很优秀，清晰度也都没问题。颜色23这边更清淡。超广角录制视频在颜色上的差别就更大了，23这边的饱和度明显低很多，防抖清晰度两边都很不错。2倍端录像的表现，两台手机很接近。现在是3倍录像的表现，23那边稍微有点红，防抖清晰度两边都很好。10倍录像的表现，两台手机都非常优秀，尤其是防抖啊，他们俩都是手持拍摄的，解析力也很高。夜晚主摄防抖的表现都没有白天好了，但是解析力我感觉23的稍微强一点。超广角的表现，我怎么感觉22的稍微强一些呢？虽然说两边都不怎么样吧。工业设计上，两台手机长得真是太像了。那设计语言呢，就是一脉相承。如果你喜欢之前 S22 Ultra 的造型，那么 S23 Ultra 你一定会喜欢。那反之呢，就是两台手机你都不会喜欢。手机的重量还有厚度，拿在手里的手感都是十分相似的。虽然说边框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但是对手感的影响呢很小。后摄的凸起高度23的稍微高一些。屏幕方面，他们俩做的都非常优秀啊。如果我说哪个屏幕不好的话，我估计也没人信。处理器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S23 Ultra 那边的性能更强劲，而且在实际使用中它更省电。不过具体的游戏性能发热跑分呢，这就不是我们要说的了啊，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他们俩在影像上的表现。本以为 S23 Ultra 和 S22 Ultra 它俩最大的不同就是主摄性能的不同，但没想到的是成像风格的差别也挺大。那这次 S23 Ultra 的色彩比以往都沉稳了，色彩不那么鲜艳了，锐化也柔和了很多。S23 Ultra 主摄2.1像素的解析力很好，超越了 S22 Ultra 的1.1像素增强模式，而且成像速度也快了很多。虽然超广角的表现没有超越 S22 Ultra， 但是表现也算优秀。那中长焦镜头在颜色、反差、锐化上相比 S22 Ultra 都有进步，但是直出宽度的表现，我认为相比 S22 Ultra 是退步了。这本来是三星的传统强项啊，可惜了。好在夜景的表现 ，S23 Ultra 又精神起来了，不用开夜景模式，直出上亮部细节就比 S22 Ultra 的强。极暗环境下，夜景模式的表现更好啊，细节呈现很丰富。微距、前摄、人像两台手机都不错。录像上 S23 Ultra 的颜色比 S22 Ultra 更沉稳，夜景主摄的表现也更好。OK， 到结尾了，看完上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